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类人，别人随口聊起一段经历，他忙着纠正时间地点；别人分享一点感悟，他急着指出逻辑漏洞。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你永远在被告席上，你每说一句话，都在等着被审判。他们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，张口是道理，闭口是对错，总以为自己是在主持公道，却不知这份不分场合、不分轻重的纠错欲，正在悄悄推开身边所有人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最大的自律，就是管住自己那颗蠢蠢欲动、想要纠正别人的心。知乎上有一个问题：你最讨厌什么样的社交方式？高赞回答只有一句话：不管聊什么都要纠正你，仿佛全世界只有他是对的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是非黑白必须分明，观点对错一定要厘清，哪怕只是一句闲聊，一句感慨，一句无心之语，也要掰扯得明明白白。可他们忘了，生活不是辩论赛，人情更不是判断题。很多时候，别人要的不是标准答案，不是逻辑严谨，只是一份倾听，一份理解，一份包容。你急着纠错，看似是认真，实则是冒犯；看似是坦诚，实则是刻薄。作家王渊有个朋友叫老陈，就曾吃过这个大亏。老陈是个资深历史迷，对各类历史典故如数家珍。一次家庭聚会上，大家聊得正欢，他的岳父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，中间不小心把张飞说成了使刀的，关羽说成了使矛的。这本是老人家常有的口误，大家都没有太当回事儿。可老陈的纠错雷达瞬间启动，他立刻放下筷子，严肃地打断岳父：爸，您记错了，历史上关羽用的是青龙偃月刀，张飞用的是丈八蛇矛。桃园三结义虽然是演绎，但兵器设定不能乱改，这是常识。岳父脸涨得通红，尴尬地悬在半空，原本热闹的聚餐气氛降到了冰点。那天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岳父很少再主动跟老陈说话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急于纠错，急于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却忘了对方此刻需要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裁判，而是一个温暖的倾听者。当你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错了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说你很蠢，而我比你聪明。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对他人自尊最大的践踏。总爱纠错的人看似占了上风，赢了口舌之争，实则输掉了最珍贵的东西，别人的好感、信任与亲近。没有人喜欢和一个随时随地准备挑错、反驳、教育自己的人相处。到最后，你看似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，却活成了孤家寡人。很多爱纠错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误区：我这是耿直，是正直，是为你好。他们把不分场合的指摘当成坦率，把不留情面的反驳当成真诚，把咄咄逼人的说教当成负责。可事实上，不分场合的纠正，不分亲疏的教育，是一种低情商的表现。国学大师南怀瑾写过一件亲身经历的事。他在一个朋友家做客，朋友的孩子说自己最喜欢《战国策》里的名言“母因子贵”。其中一个客人一听，立刻纠正道：“是母以子贵，不是母因子贵。”南怀瑾听了，在旁边微微一笑。
后来私下里，南怀瑾对那位客人说，这孩子说的其实也没错，《战国策》里母因子贵的说法虽然不如母以子贵常见，但也不是没有出处。即使孩子真的说错了，你当场纠正他，除了让他下不来台，还能有什么效果呢？倒不如私下里告诉他正确的说法。真正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，人与人之间最无用的是辩赢，最珍贵的是舒服。偏偏有人非要拆穿，非要较真儿，非要纠正，把好好的氛围搅得僵硬，把亲近的关系推得疏远。克制纠错欲不是懦弱，不是糊涂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。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知道什么场合可以提建议，什么场合应该闭嘴倾听。不随意戳穿别人的小失误，不强行纠正别人的小观点，不轻易否定别人的小情绪，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通透。前几天我看到作家君神老师分享的一个故事，他受邀参加一场座谈会，期间有一位年轻人起身发言，或许是有些紧张，年轻人在引用一个历史典故时出现了明显的纰漏。在场的很多嘉宾都听出了这个错误，其中有几位频频摇头，还有人甚至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君神却始终安静地坐在原位，面带微笑地听完年轻人的发言。后来在一次饭局上，君神和其中一个嘉宾恰好同桌，想起这件事，那位嘉宾便问君神，您搞学术这么多年，想必也听出了那个错误，为什么当时没给他指出来呢？君神回答说，我为什么要纠正他呢？那个年轻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座谈会，纠正他的错误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纠正他，除了让他难堪，打击他的信心，还能有什么效果？对方听了，恍然发觉自己当时的行为有些欠妥，不禁羞惭满面。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，凡事留余地，雅量能容人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最高级的修养不是事事较真，句句戳破，而是看破不说破，知人不评人。有时候给别人留一点面子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；给别人留一点空间，就是给关系留一份温情。仔细想想，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错误其实并不影响大局。伴侣记错了结婚纪念日的具体星期几，没必要非要拿出日历证明他记性差。朋友吹牛夸大了一些经历，没有必要非要拆穿让他颜面扫地。往后余生，不较真儿，不挑剔，不指责，用包容之心待人，用平和之心处事。毕竟人生不是用来纠正别人的，而是用来经营自己，温暖岁月，善待彼此的。能管住自己的嘴，克制住纠错欲，你就赢过了大多数人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纠正别人，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包容差异。真正见过世面的人，明白每个人的认知、经历、立场都不同。你以为的常识，可能是别人从未接触过的领域；你笃定的真理，在别人那里或许只是另一种答案。下一次，当你想脱口而出不对的时候，不妨先停顿3秒，问问自己，这句话非说不可吗？说了之后会让对方难堪吗？会让当下的氛围变得糟糕吗？做一个让人舒服的人，不揪人之错，不揭人之短，不炫己之长。当你收起纠错欲，你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舒服了，
心情变得平和了，生活也变得轻松了。